这是一块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人鱼肉。3个渔夫好奇地吃下鱼肉，可下一秒，其中1人就变成了可怕的怪物，当场暴毙而亡，而另一个也在第2天因为血管爆裂毒发身亡。只有年轻的永泰幸运地活了下来。之后，永泰娶了妻子，成家立业。渐渐的，他也忘了人鱼肉的事情。但是50多年过去了，永泰的样貌依旧和以前一样年轻。反观他的妻子，却是已经快要老死了，眼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这让永泰十分的痛苦。于是，为了解除身上的诅咒，在妻子死后，永泰独自一人踏上了寻找人鱼的旅程。据说，只有找到传说中的人鱼，才能获得破解诅咒的方法。可永泰找了2年半，依旧一无所获。这天，他偶然听到了有关人鱼村的消息，于是他一路寻找，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村子。这里没有一个男人，只有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老女人，而且她们非常的蛮横。在得知了永泰孤身一人前来时，老女人们直接用鱼叉刺穿了永泰的身体。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之后他们还将永泰的尸体扔进了一个山洞中，那里的怪物会把他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而之所以这群老女人会如此心狠手辣，全都是因为15年前他们在外界带回来一个叫做真鱼的女孩。虽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他们却一直都把女孩囚禁在屋子里。明面上是把真鱼当作公主来供养，可实际上他们却是想要利用真鱼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如今真鱼也终于长大成人，他们也召集众人开始实施计划。老太婆首领挑选出了一个年轻漂亮且活得最久的女人。当天晚上，他们把女人带到了一个人鱼洞里举行仪式。女人听从命令脱去衣物，随后自愿地走进了深不见底的水池。伴随着一道凄惨的声音传来，老女人们蜂拥而上，将人鱼杀死。没想到刚刚的女人居然也是人鱼变的。接着老太婆便从她的尾巴上取下来一块人鱼肉，回去之后，他们把这块人鱼肉做成了美味佳肴，哄骗真鱼吃了下去。与此同时，被丢进人鱼洞里的永泰也醒了过来，而且他还发现了旁边被刺死的人鱼尸体。永泰猜测着大概率是村里那帮老女人干的。为了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于是永泰扛着人鱼的尸体来找老女人们理论。可这群老女人根本不给他机会，看到永泰竟然还没有死，于是开始向永泰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危急之下，永泰来到床边，趁机一把将少女抱在怀里当作人质。他本想带着真鱼直接冲出去，可挑开被子才发现少女的双脚竟然被铁链牢牢地锁住。为了能够带着女孩逃出这里，于是永泰解开腰带，将女孩绑在自己的背上，开始了拼了命的逃跑。而老女人们则是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不断地向2人丢出鱼叉，完全不顾及女孩的死活。随后永泰和女孩躲到了洞穴里，然而当永泰准备帮女孩处理伤口时，却没想到伤口竟然自动愈合了。永泰猜测女孩应该也是吃了人鱼肉。接着女孩告诉永泰，自己已经在这个村子生活了15年，今天是第一次踏出村子看到外面的世界。然而就在2人交谈之时，洞穴的深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叫，接着一只丑陋的怪物爬了出来，怪物快速地向着2人扑来。永泰甩出鱼叉，精准命中怪物的腹部，可即便这样也无法杀死他。见此，永泰连忙背上女孩向着洞外爬去，2人暂时躲过了危机。这时永泰突然想起洞中的怪物和当年同他一起吃下人鱼肉所变成的怪物一模一样。为了解除心中的疑惑，于是永泰决定再次返回村子调查清楚。而真鱼也想跟他一起去，但由于被铐了10几年的脚铐，双腿一时间根本无法适应行走，只能留在原地等待。而永泰刚回到村子，就被一群手持武器的老太婆团团围住，但永泰却以真鱼的下落作为要挟，要求他们告诉自己人鱼的事情。为了防止老太婆继续耍花招，永泰直接摔破茶杯，用碎片在自己手臂上划出了一道伤口，随后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看到这一幕，老太婆也终于明白，永泰也是吃过人鱼肉的，但她还是不愿意告诉永泰真相，反而质问对方，如果真的想死，直接把头砍下来不就行了？可永泰却表示自己并不是畏惧死亡，而是想变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在之后的交谈里，永泰也逐渐知晓了人鱼的秘密。原来人类吃了人鱼的肉后就会长生不老，但同样人鱼吃了人类的肉也能获得永生，不过要吃的不是普通人类，而是吃下人鱼肉获得永生的年轻少女。因此这群老太婆每隔数十年就会去人类的村庄抓捕女婴拿来做实验。但是人鱼肉含有大量的剧毒，大多数人在吃下去后就会被当场毒死，即便侥幸活了下来，也会变成失去人性的人鱼怪物。只有真鱼是他们最完美的试验品。永泰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将真鱼交给他们。可话音未落，真鱼就被村民们给绑了回来。永泰刚想上前解救，结果却被身后的老太婆用鱼叉刺穿了身体。老太婆告诉永泰，这把鱼叉上已经被他涂满了剧毒，这种毒药是用人鱼的尸体浸泡在毒草中发酵而成的，只要中了这种毒，他将必死无疑。可永泰却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去，他强忍着剧痛，一脚将老太婆踹飞，随后抱起真鱼逃走了。无处可去的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山洞中，可由于中了人鱼毒的原因，永泰的伤口根本无法愈合。危急时刻，真鱼及时出手，用自己的嘴将永泰身体里的毒药全部都吸了出来，这才让永泰脱离了生命危险。而此时老太婆们也顺着血迹找到了2人的藏身之处，于是他们准备打开水闸，利用大水将2人从洞中逼出来。伴随着水闸被打开，大量的水涌入洞中，迅速就将2人淹没。而那些老太婆们则是提前埋伏在出口处，等待着2人的到来，但水流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无奈他们只能褪去人类的衣服，重新变回了人鱼的样貌，而他们只有吃下真鱼的肉才能变回人类。但永泰根本不给他们机会，他带着真鱼快速地游向岸边，在将真鱼救上岸后，永泰拿起鱼叉和人鱼们展开了殊死搏斗，丝毫没注意到一个老太婆偷偷地来到真鱼身边，想要趁机将他杀死。好在真鱼及时苏醒了过来，他拼命地和老太婆争夺手中的鱼叉，最终成功地将对方踹飞。听到海中人鱼发出的嚎叫声，婆婆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些人鱼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本性，即便是吃掉了真鱼也无法变回人类的模样。最终老太婆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原来她和永泰一样，都是吃了人鱼肉长生不老的人，永生同样带给了她无尽的孤独，她无法再融入人类社会，只有人鱼才能接纳自己。现在就连这最后一份美好也烟消云散。最后她同意永泰将真鱼带走，而她自己则选择继续留在这里陪伴着这些人鱼。这绝对是乙骨忧太最愤怒的一次，在亲眼目睹了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当中，此刻的他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竟不顾诅咒第二次召唤出特级咒灵旗本里香，势必要将夏油杰斩杀为同僚报仇。滔天般的咒力让夏油杰也丝毫不敢轻视，当即释放出大量的咒灵将其团团围住。然而在李香的帮助下，顷刻间这成百上千只咒灵就被轻松抹杀，同时犹太还将重伤的3人转移到安全位置。可人的战斗继续，夏油杰抬手释放出无数只蜈蚣咒灵，然而面对这如潮水般蜂拥而至的咒灵，犹太却不慌不忙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喇叭。见此，夏油杰瞬间意识到不妙，全部灰飞烟灭。而这正是狗卷家独有的特级术式，却没想到会被犹太熟练运用，这让夏油杰无比的兴奋。既然这群垃圾无法满足你的兴趣，于是夏油杰便决定亲自会会犹太。夏油杰战力爆表，即便以1敌2也丝毫不落下风。再配合顶级术士的熟练运用，很快就打破了僵持的局面，一击结结实实的打在了犹太的脸上。可还不等犹太喘息，更为猛烈的攻势便席卷而至。好在李香反应迅速，将犹太救下。稍微休息后，犹太便调整好状态，他一个瞬身来到夏油杰的面前，在躲开攻击的同时闪身绕到其背后，凝聚全身咒力，猛地劈出一刀。却没想到由于武器承受不住咒力，竟突然崩裂。这一幕让夏油杰不禁开始嘲讽起来，谢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保护。犹太请求李香最后再借一次力量给自己，这一战不论结果如何，今后他会将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李香，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无法控制的咒力瞬间直冲天际，其破坏力不亚于一枚小男孩炸弹。等到咒力消散，一切归于平静，夏油杰狼狈地靠在小巷里，而且还丢掉了一条胳膊。可即便已经这样，他还是不停地念叨着下次一定要得到李香。就在这时，5条悟赶了回来，夏油杰也靠在墙边接受了现实，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他这一辈子唯一的挚友就是5条悟。5条悟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吗？即便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夏油杰仍旧表示讨厌一切没有咒力的普通人。但一切都结束了。在车祸的当天，犹太无法接受李香死亡的事实，无意识地对李香下达了诅咒。如今犹太主动放弃了诅咒契约，诅咒也随之解除了。犹太闻言哭成了泪人，没想到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把爱人变成了一个怪物，是他差点害死了大家。800岁的小老头，只要将他的脸贴在地上，立刻就能辨别出轮胎印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可突然老头露出满脸的惊恐，下一秒一群巨型魔鬼鱼从沙漠中游了出来，他们身躯庞大且数量众多。老头深知他们的可怕，便提醒宿主避其锋芒绕道而行，可男人却丝毫不觉，直接骑着马一跃而上，踏着魔鬼鱼的脊背一路穿行，一番灵活的走位过后，竟然轻松躲过了鱼口的攻击。而男人名叫地，他是人类和吸血鬼所生的混血，不仅能像人类一样在阳光下行走，而且还同时拥有吸血鬼家族不老的身躯。可就是这半人半鬼的身份，人类和吸血鬼都不愿接受他的存在，无法融入生活的他迫不得已当起了赏金猎人。而这天他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一个富豪的女儿深夜被吸血鬼的贵族抓走了，富豪开出了2000万的报酬，要求地把自己的女儿救出来。如果他已经被吸血鬼同化，那就直接杀掉，让他死得没那么痛苦。为了保险起见，除了委托地以外，富豪还雇佣了另一支猎杀小队。虽然这个小队的水平不如地，但也绝对是令吸血鬼闻风丧胆的存在。可吸血鬼贵族为了躲避猎人的追杀，一夜之间竟将小镇上的居民都变成了吸血鬼。他们把赏金猎人的战车团团围住，可猎人们早有准备，强烈的灯光照的吸血鬼们纷纷后退，而战车也趁机加大马力，直接冲了出去。眼看小队即将冲出重围，突然前方的十字架倒下，挡住了众人的去路。而此时身后的吸血鬼也追了上来，无奈之下，小队只好先解决眼前这群杂鱼，飞刀如同砍瓜切菜般将吸血鬼的头颅斩首。就连金发美女也是淡定的将吸血鬼一枪爆头。不出2分半钟的功夫，包围小队的吸血鬼就被砍杀殆尽。可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队长警惕的拉弓朝着声音的方向瞄准，下一秒利剑犹如闪电般划破夜空，朝着目标飞去。可结果却被对方单手接住，只见月光下一只长着翅膀的黑马腾空而立。见此一幕，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ボルゴフ・マーカス、あんたの名を聞かせてくれ。
没有过多废话，猎人弟先行去追赶吸血鬼的马车。狡猾的队长决定让弟去打头阵，最后自己再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话音未落，金发妹就按耐不住，直接骑着机车追了上去。而另一边的弟根据手上老头的指引，穿过魔鬼鱼生存的沙漠，很快就来到了吸血鬼老大的藏身之处。整个避难所的墙面都被镜子遮住，显得异常诡异。为了保险起见，弟抓起一把石子抛向空中试探，果不其然，墙壁上出现数颗巨大的防御眼，发射出的激光瞬间就将石子打成了粉末，并且随着距离的靠近，发射的激光也变得越来越密集。可弟却丝毫不慌，径直来到墙壁的面前，接着他伸出手掌放在镜面上，让老头去寻找进入内部的入口。可就在这时，金发妹也追了上来，她可没有耐心去找入口，于是直接扛起火箭弹就准备破门而入。此时太阳已经彻底落山，沉睡的吸血鬼贵族也苏醒了过来，镜面突然打开，吸血鬼驾驶着马车从里面冲了出来。见此，金发妹果断一发火箭弹射出，却没想到被吸血鬼的翅膀直接弹飞，自己反而还被弹飞的碎片击中了手臂。而吸血鬼则是趁机逃离了此处。可就在他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回头却发现弟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马车上。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弟率先拔刀向着贵族砍去。可夜里的林克实力爆棚，无论弟如何进攻都不能伤其分毫。ダンピールのハンターに優れた技量の男がいると聞いた。お前が D か。一度会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ぞ。私はマイエル・リンク。俺もその名を聞いている。貴族でありながら、決して人間には牙を向けぬ男だと。だがそうではなかった。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马车里的公主却提醒林克要小心。就是这一句话让弟分了神，被林克一击打下了马车。看着扬长而去的马车，弟好奇女孩没有被同化，为什么还会担心一个吸血鬼的安危？取回了战马，弟便决定继续追赶，却发现一旁的金发妹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陷入了昏迷。当金发妹再次醒来时，看着准备离开的弟，金发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她不理解一个混血儿为什么要救自己，弟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便转身离开。而此时的林克正朝着野蛮族的领地进发。在这里，吸血鬼猎人是不可以猎杀吸血鬼的，否则就会遭到野蛮人的追杀。当猎人小队赶到时，却发现在门口停着林克的马车，众人二话不说就对马车展开了进攻。结果却发现马车只是一块黑布，众人立马开始警惕起来。可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野蛮族的禁令。下一秒，一把利刃出现在巨锤猎人的身后，一把就扎进了他的影子里。虽然巨锤猎人已经及时将黑影消灭，但他还是被刺穿要害，当场死亡。队长抱着同伴的尸体悲痛欲绝，却殊不知一场更大的杀戮等待着小队。而另一边，弟也找到了野蛮族的首领，可他却不知道的是，对方早已被林克收买。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绝对不会让弟活着走出野蛮谷。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突然一道白色的身影飞了过来，白色人影犹如战神下凡，身体不断发射出威力巨大的激光，所到之处无人生还。仅片刻的功夫，野蛮谷的高手就死伤大半。而这就是猎人小队最强的打手白毛哥，只需要注射特定的药剂，白毛哥就能够灵魂出窍，并且战力爆表。接着白毛哥便朝着吸血鬼的马车追去，而弟也紧随其后。白毛哥见状想趁机解决掉竞争对手，结果却被弟抬手一刀劈成了两半。灵魂受损的白毛哥回归本体，同时肉体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解决掉了杂鱼，弟继续追赶马车。可就在即将靠近时，马车突然幻化成一块黑布，将弟牢牢地包裹住。迷失方向的马儿掉下悬崖，摔成了肉泥。好在弟及时抓住一块岩石，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而这便是野蛮族三大高手之一鬼影的技能，利用黑布战士困住了最强的猎人弟，剩下的小喽啰就更好解决了。但猎人小队也不是吃素的，队长很快便想到了应对的办法。他命令红毛吸引鬼影的注意，等到对方现身后，队长迅速发射出无数根银箭，打得鬼影措手不及，被一根箭矢直接刺穿了喉咙。鬼影立刻幻化成黑布想要逃跑，但却被红毛一发手里剑直接斩杀。而另一边的弟在手中老头的帮助下，也挣脱了黑布的束缚。为了方便赶路，弟准备先去附近的小镇买一匹战马。他来到马场，以3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一匹宝马。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闯进了一伙手持武器的治安官。治安官一把将弟的金币扔到了地上，告诉他这里不售卖给混血儿东西，并要求弟拿着他的臭钱立马滚出小镇。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这时老板突然开口说出了一个故事。原来在几十年前，小镇上有10几个孩子一夜之间都被吸血鬼贵族掳走。镇上的居民掏空家底请来了一位吸血鬼猎人，那个猎人的实力非常强悍，仅凭一己之力就斩杀了众多吸血鬼，最终救出了那群即将被吃掉的孩子们。可当小镇的居民们发现猎人是个混血儿后，不但没有对这位英雄表示道谢，反而还向他扔石头将他赶出小镇。可治安官听完老人的话，却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现在这个小镇的规矩是自己说了算，还让老头不要插嘴。ただな、ダンピールは好きで貴族の血を受け継いだわけじゃあるまいよ。说罢，老人取出藏在柜台下面的大炮，对准了治安官的脑袋。接着他让弟骑着马赶紧离开。ねえ、礼を言うのはこっち。昔の礼をな。数十年前、貴族の魔の手からお前に助けられた子供たち。わし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じゃった。
闻言此话的众人皆是一惊，而老人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曾救过自己那位英雄的模样，那顶宽边的帽子，以及胸前的坠饰，还有背后的长剑。最重要的是那张英俊帅气的面容，跟当年救他时一模一样。やはりダンビールは年を取らんな。早く行け、腕がしびれてきおったわい。就这样，在老人的掩护下，地再次踏上了征程。而另一边，贵族和他的手下们正在路边休整。夏洛特走出马车，想要出去透透气，却在池塘的另一边遇到了前来营救他的猎人蒂。可没想到，夏洛特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他和吸血鬼贵族是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可由于种族不同，没办法被世俗认可，于是两人便决定前往传说中的夜之都。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不会被打扰。如果蒂非要带他回去，那就请现在就杀了自己。而此时的金发妹也跟了过来，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后，她一巴掌就将夏洛特打倒，并怒斥他：如果只是想和贵族过二人世界，为什么还要残害那么多无辜的人类？难道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说完，金发妹就要将夏洛特带回去领赏。可这时贵族的手下突然出现，直接就将金发妹扔进了河里。而狼人也趁机带着夏洛特离开。眼看两人即将逃走，蒂立刻拔剑追了上去。可就在追逐的过程中，他的阳光症突然发作。虽然身为混血儿的他可以在阳光下行走，但时间一长，身体还是会受不了。好在最终蒂还是强忍着痛苦将贵族的第二个手下斩杀。可这也消耗了他所有的体力。蒂爬到阴凉处，想要挖个洞进去躲避阳光，可还没跑两下就彻底昏死过去。好在金发妹及时发现，将濒死的蒂埋进了土里，这也算是报了蒂之前的救命之恩。经过几天的相处，金发妹也对蒂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两人立下约定，在这次追杀贵族任务完成后，无论两人谁先死，活着的都要去另一个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听闻此话的蒂差点流出了眼泪，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得到一个人类的认可。到了第二天中午，贵族的马车经过一处桥梁时，被猎人小队提前买好的炸弹袭击。队长威胁贵族，如果不交出夏洛特，那他就把整座大桥都炸烂，大家一起鱼死网破。为了防止心爱之人受伤，贵族也只好忍痛暂时将夏洛特交到了对方手中。可就在猎人小队准备离开时，林克竟顶着阳光的灼烧走下了马车，强烈的阳光将他的皮肤瞬间点燃，敌人的利剑也不断刺入他的身体。可即便遭受如此痛苦，也阻挡不了他追寻爱人的脚步。夏洛特见状，拼命挣脱束缚，在林克即将倒下之前，替他挡住了大部分阳光。随后他拔出利剑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就算是死，他也要和心爱之人死在一起。就在猎人小队准备动手时，躲藏在暗处的狼人突然向他们发起袭击，仅片刻的功夫就将猎人小队的2名成员消灭。解决完了危机，林克的马车继续朝着夜之都进发。可此时的蒂也追赶了上来，为了掩护林克撤离，狼人决定留下来断后。可蒂瞬间拔刀出鞘，一击就斩杀了狼人。不过能死在这么强大的人手中，狼人也算是死而无憾了。而此时林克的马车也抵达了传说之城，迎接他们的是吸血鬼女伯爵卡米拉。林克直接向其表明了来此的目的，想要乘坐飞船前往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夜之都，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偏见和种族限制，两人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卡米拉听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并表示明天一早就会送两人登上飞船，今天就暂且在这里休息一晚。两人在房间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而就在这时，林克感受到了蒂的气息，在临走之前，他要解决掉这个棘手的家伙。D。娘は俺と戻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る。林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前一秒还和自己卿卿我我的爱人，此刻竟出现在蒂的怀里。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一柄利斧就瞬间将他劈成了2半。直到倒下的那一刻，林克才意识到自己被卡米拉骗了。可一切都晚了，卡米拉又幻化成林克的模样，将夏洛特骗到了自己的怀里，接着趁其不备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很快夏洛特就失去意识昏死过去，他的鲜血不断涌出，朝着面前的棺材缓缓流去。而棺材里面正封印着卡米拉的尸体，这个因肆意残杀人类，被吸血鬼之王封印了5000年的女伯爵，即将突破封印重新复活。可卡米拉万万没想到，匆忙赶来的猎人蒂就是将他封印吸血鬼王的儿子，完美继承父亲能力的蒂，一击前刺就终结了卡米拉的复活梦。仅剩一缕残魂的卡米拉挣扎着向夏洛特爬去，结果却被恢复过来的林克一击直接打成了碎片。虽然解决掉了女伯爵，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夏洛特躺在爱人的怀里，变得越来越虚弱。そうだ、私だ。よかった。少しこのままでいさせて。わかった。そうしよう。就在林克抱起夏洛特准备离开时，猎人蒂却拦住了他。林克知道两人这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将夏洛特轻轻放在地上，随后便猛地朝地扑了过去。两人激烈的扭打在了一起，可蒂却并没有使出全力，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身为吸血鬼贵族的林克和人类女孩那至死不渝的爱情。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吸血鬼王父亲和人类母亲，当年一定也像他俩一样经历重重磨难，最终才艰难地走到一起。这一刻，蒂不再记恨吸血鬼王父亲，同时也接受了自己是混血儿的身份。最终这一剑他只是刺在了林克的肩膀上。なぜだ？なぜ外した？エルバーン家の娘は朽ち果て消えた。この形見の品がその証だ。
俺の仕事は終わった。等到蒂和蕾拉离开城堡后，林克也带着夏洛特登上飞船，准备前往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夜之都。最后，在蒂和蕾拉的注视下，飞船缓缓升空。这对苦命鸳鸯终于去往了梦中的理想国。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传说中的夜之都早已在宇宙中变成了一片废墟。林克所做的这一切，终究还是化作了泡影。画面一转，在一个葬礼上，一群人向死者送上鲜花，为他送上最后的道别。可这时，一个小女孩突然离开人群，来到了猎人蒂的马前。あなたもしかしてレイラおばあちゃんのお知り合い？原来小女孩是蕾拉的孙女，而蒂也是来履行当初的承诺的。至此，影片结束。这部诞生于2000年的动漫《吸血鬼猎人蒂》正是处于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影片每一帧都是纯手工绘画，无论是场景构图，还是人物细节和打斗场面都堪称完美。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手绘早已被摒弃，可它依旧是无数人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佳作。作为混血儿的蒂生来就不被两方种族接纳，人类恐惧他，吸血鬼排斥他，永生带给了他无尽的痛苦。但强者又何尝不是孤独的？看似冷艳帅气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心。但在亲眼见证了林克和夏洛特的爱情后，他也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最终接受了自己是混血儿的身份。虽然影片已经结束，但属于猎人蒂的故事还在继续。